各位家人朋友，如果您家中在抽屉角落、床垫下或墙缝里还藏有现金，请务必打起精神看完本文。银行系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有3种钞票已被系统拉黑，若不及时处理，它们可能在不久后变成花不出去的废纸。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2026年金融风控全面收紧、反洗钱规定极其严格的现实。一场存不进、花不出的现金危机已悄然逼近许多习惯持有现金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守护好自己的血汗钱。我是蔡志林，在揭开这3种高危钞票面纱，并教您如何抢救之前，若是首次来到本频道，恳请您点击关注并点亮小铃铛，以便及时获取关乎您财富安全的重要提醒。也请您点赞本文，在评论区打出平安是福。您的支持既是对守护家庭财富的鼓励，也是一次善意的风险提醒。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您可能会觉得，志林你这话说得太吓人了，钱还在，怎么可能花不出去？是啊，钞票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上面明明写着金额，凭什么花不出去？各位朋友，咱们得一起认清一个已经到来的现实。今天2026年，您走进银行看到的景象和5年前、1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到处都是闪烁的屏幕、自动吐钱的机器，真正能坐着跟您面对面说话的人工窗口是越来越少。很多社区小银行甚至干脆取消了现金柜台。这一切的背后是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是银行恨不得所有事都能用机器解决的智能化改造。环境变了，规矩也就严了。过去咱们拿一张稍微有点旧、边上有点毛的票子去柜台，柜员大姐可能用手称一称，对着光看一看，也就给您存了。现在不行了，所有的现金必须过验钞机，必须过那种高速清分的机器。机器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半点人情味的，它的程序设定好了标准，差一丝一毫都不行。您的钞票只要有一点不符合它数据库里的完美形象，它立刻就会滴滴滴的尖叫报警，直接把钱吐出来，冷冰冰的告诉您此路不通。而对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也有苦衷，万一收到假币，他们要自己赔钱，处理破损严重的钱，流程繁琐，耽误时间。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位老年人拿出一沓有问题的钞票时，最省事、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委婉地告诉您，阿姨，这个我们这儿办不了，您去分行问问吧。或者，大爷，这钱怕是有问题，我们收不了，您拿回去再看看。这一句推脱，对腿脚本来就不便的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钱可不就相当于花不出去了吗？那么，到底是哪3种钞票成了这次银行铁腕政策下的重点打击对象呢？咱们一种一种来说，您对照着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这第一种就是很多勤俭惯了的老朋友家里几乎100%会出现的胶带木乃伊钞票。咱们这代人是从物质匮乏年代过来的，对每一分钱都有着刻进骨子里的珍惜。一张100块的钞票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口子，或者干脆裂成了2半，咱们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扔掉，而是心疼。紧接着就是找救兵，透明胶带，戴上老花镜，在灯下小心翼翼地对齐、粘贴，恨不得把它修复得完好如初。有些钱破损的厉害，被横一条、竖一条的胶带裹得严严实实，真像个从金字塔里出来的小木乃伊。在咱们朴素的观念里，钱是真的，价值就在我把它粘好了，它就能继续流通，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志林今天必须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真相，这种用普通透明胶带自己粘贴的钞票，在2026年的银行和商超体系里，几乎就是一张废票。原因就在那台冷冰冰的机器里。现在的验钞机、ATM 机识别钞票靠的不是用眼睛看图案，而是靠扫描钞票的内在密码。它用红外线照射，看钞票特定区域是否透光。它检测钞票纸张里的磁性分布，就像检查身份证的芯片。它还会感知钞票的厚度，每一张真钞的厚度都是均匀一致的，而您贴上去的那条透明胶带，在您眼里是透明的，在机器的红外眼里却是一道无法穿透的屏障，完全改变了纸张的反光特性。同时，胶带本身有厚度，哪怕只是1层，也会让机器感到这张票子怎么胖了点。当这张贴着胶带的钞票以每秒好几张的速度通过验钞机时，
传感器瞬间就会捕捉到这些异常，立刻判定为可疑弊或严重残损弊，毫不留情地吐出来。您可能会想，机器不通情理，我找人工柜台的大活人总行了吧？这里面的道道更深，您沾得越仔细越严实，柜员反而越紧张，因为这里涉及银行内部一个高度警惕的风险点——拼凑币。有些不法分子会把一张真钱从中间切开，分别接到假钞上，或者用不同真钞的部分拼成一张，以此来骗过机器或人工。当您把一张钱用胶带粘得面目全非时，柜员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用肉眼判断，这到底是一张完整的真币被好心修复了，还是犯罪分子精心制作的拼接工艺品。为了不担责任，不惹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拒收。一句阿姨，您这钱粘成这样，我们没法判断真伪，您收好吧，就把您和您的钱一起打发了。所以，如果您家里有只是轻微裂口的钱，记住，千万别自己动手贴胶带，直接拿去银行兑换。如果已经贴成了木乃伊，那也别犹豫了，趁着现在，赶紧找个大一点的银行网点，客气的找大堂经理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走残损币兑换的特殊通道处理掉。时间不等人，越晚越麻烦。说完了这自己动过手术的钱，咱们来说的二种，也是最让人揪心，往往损失最大的情况，那些已经严重发霉、结块，甚至一碰就掉渣的脆皮钞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特别不信任银行体系，喜欢把大笔现金藏在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秘密基地的朋友身上。志玲听过太多这样的真实故事了，有的老哥哥把儿女给的养老钱，自己卖老房子的钱，用塑料袋包上好几层，偷偷埋在院子的花坛底下，有的塞在废弃不用的烟道里、房梁上，还有的藏在老旧衣柜的夹层，或者用水泥封在墙壁里。大家觉得钱只有这样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心里才最踏实，才叫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可是咱们千算万算，算不过自然的力量，算不过时间的力量。咱们国家，尤其是南方，气候潮湿，纸币是什么做的？主要是棉花和木浆做的纸啊，它是所有虫子、霉菌最爱的美食和温床。您觉得密封好了，但其实潮气无孔不入。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去，当您因为急用，或者像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慌慌张张去把那个沉甸甸的袋子挖出来时，打开的那一瞬间，那股浓烈的刺鼻的霉味，可能只是最小的打击。您会发现，原来挺阔的钞票已经粘成了一整块黑灰色的砖头，根本分不开张。更可怕的是，碳化纸币的纤维结构完全被霉菌腐蚀，烂透了，变得像存放了100年的古籍，手指轻轻一捻，就化成一堆碎屑和粉末。面对这样一包钱，银行的态度是什么呢？志玲跟您交个底，这是银行最头疼、最不愿意接待的业务之一，内部叫难辨认残损币。普通的点钞机想都别想，一放进去，哗啦一下就碎在里面，机器都得搞坏，只能全靠人工。柜员要戴上口罩，甚至手套，用镊子、小刀，借助一些专业药水，像考古一样，一张一张、一点一点的揭开、摊平、辨认。一捆这样的钱，2、3个熟练员工折腾一整天都未必能清点完。整个过程尘土飞扬，霉菌弥漫，对健康也是考验。清点出来后，如果损毁面积太大，网点还没全决定兑换多少，得上报分行，甚至送到人民银行去做最终鉴定。在2026年，银行都在讲究效率、压缩成本的背景下，您家门口的社区支行哪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来处理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当您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抱着这包黑疙瘩走进银行，得到的答复很可能是：老人家，我们这设备不够，办不了这个，您这个得去市里的总行，我们小网点没权限。这种委婉的拒绝，实际上就等于对您这笔钱宣判了无期徒刑。超市嫌它脏，银行嫌它烦，它可不就成了您手里一捧毫无价值的废纸了吗？几十万的积蓄可能就这么眼睁睁的蒸发了。所以，如果您有藏钱的习惯，什么都别说，现在就去找出来看看。如果只是有点受潮，赶紧通风阴干，尽快去银行。如果已经发霉粘连，趁还能看出个大概，也别等了，立刻去处理。千万别等到它彻底烂成泥、碎成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前面2种都是物理上受损的钱，
咱们接下来说第三种，很多老朋友容易忽视，甚至觉得是宝贝的那些早已停止流通的旧版钞票。咱们很多人有怀旧情怀，或者不经意间在换季的旧衣服口袋里翻出一些10几年前甚至更早发行的钱币，比如更早版本的钞票，或者一些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纪念币、外币。大家通常的想法是，这好歹也是国家当年印的真钱啊，肯定能用，说不定留着以后更值钱呢，当个传家宝。现实往往会给这种美好的想法浇上一盆冷水。这些旧版钞票，国家已经正式公告停止流通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它作为钱用来买东西的支付功能已经被法律正式终止了。您拿着它去楼下菜市场，年轻的摊主可能压根没见过，第一反应就是这老人家是不是拿假钱骗我，闹不好还会起争执。您拿去大超市，收银台的验钞机系统早就升级了无数代，数据库里根本没有这种老古董的防伪信息，一放上去立马报警。在社会流通的层面，它已经是一张无效的纸片。那您肯定要问，我去银行，按道理总可以换成新钱吧？是的，从法规上讲，商业银行有义务为公众办理停止流通货币的兑换，但是在2026年的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首先，旧版钞票的防伪技术，比如水印图案、安全线位置、油墨特征和现在的第5套人民币完全不同。银行的智能清分机 ATM 机根本不认识它，无法自动处理。这就意味着这笔业务必须全程手工操作，而且需要一个经验非常丰富、见过各种版本的老员工来肉眼鉴别真伪。可现在银行柜台后的大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从入行接触的就是新版钞票，您拿一张老版的钱给他，他可能比您还懵，根本不敢接手，因为怕认错。他最多能告诉您，叔叔，这个我们网点办不了，您得去 XX 路的那个分行，那里是指定兑换点。麻烦就麻烦在这里，随着银行网点的合并缩减，那个指定的有权限的网点可能离您家非常远，需要倒好几趟公交车。您为了兑换，可能就几百、几千块的旧钞，要花上路费，大半天时间，消耗大量精力，划算吗？而且这类兑换通常有集中的兑换期，过了那个村，手续会更复杂，甚至可能需要更高级别的审批。所以志玲劝您，除非是全新未流通、有特殊号码的钞票，确实有收藏市场价值，可以留着。其他那些皱皱巴巴，在角落里吃灰的旧版零钱，别再当宝贝藏着了。趁现在还能找到地方换，赶紧去换成我们现在能花的、通用的新钞票。现金只有活起来，能随时使用，才是真正的财富。锁在盒子里的，那顶多算个回忆的纪念品。分析了这3种高危钞票，相信大家手心都捏了一把汗。原来钱放在那里不动，不仅不会增值，还可能悄悄变质、悄悄过期。那么面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风险，面对银行越来越高的门槛，咱们手里这些有问题的钱到底该怎么处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呢？志玲在这里给大家指一条明路，那就是一定要抓住农历新年前的这段黄金救援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需要用现金，银行为了应对这个曲线高峰，金库里备足了新钞，央行也在加大投放。这个时期虽然银行人多排队，但恰恰是现金流动性最好、银行储备最充足的时候，而且银行也有年终服务考核的压力，对于兑换残损币这种麻烦事，相对平时他们的耐心和配合度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咱们的时间窗口。但是去银行换钱不能蛮干，得有方法。志玲教您几招，让您去银行办事能更顺利。首先，牢记一个原则，这些有问题的钱绝对不要往 ATM 机里塞，无论是贴胶带的、发霉的还是旧版的，塞进去9成9会被机器吞掉，或者直接吐出来。万一机器因为您的钞票卡住了、损坏了，银行追查起来，您还得承担责任，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些钱唯一的正道就是走人工柜台。其次，学会一句通关密语，到了银行，取号机旁边通常有大堂经理，如果他问您办什么业务，您别说我存钱，因为存钱存不进去很尴尬。您要清晰的、稍微大声一点的说，您好，我要办理残损人民币兑换业务。请您记住，残损人民币兑换这7个字，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明文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必须提供的服务，是您的合法权利。当您准确说出这个专业术语时，工作人员心里就明白了，您是了解规定的，他们就不太敢随便用办不了来搪塞您。如果柜台后的柜员还是面露难色，说看不准，不敢收，或者让您去别处，您千万别着急上火，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您就心平气和但态度坚决地说，麻烦您帮我请示一下你们的主管，或者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帮忙人工鉴定一下，我确实等着急用。如果主管来了还是推诿，您可以请大厅里值班的大堂经理过来协调。一般情况下，为了维持网点秩序，避免客户投诉升级，经理会出面安排，要么指定专人帮您处理，要么会明确告知您哪个最近的网点确实可以办理。咱们是去解决问题的，不是去制造问题的，有理有据有节，效果最好。另外还有个小提醒，如果您要兑换的钞票数额比较大，或者都是些破损严重的零钞，去银行的时候一定记得带上您的身份证，最好能让老伴或者儿女陪您一起去。一来路上安全，二来多个人在清点过程中可以帮着看看，有个照应，防止因为眼花或者紧张而出错。各位老朋友，咱们得彻底转变一个观念，钱只有它能顺利的存进去，自由的花出去，在您的银行卡里变成一个清晰的数字，或者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资，那才叫钱，才叫资产。那些藏在阴暗角落发着霉沾着胶带的纸，那只是负担，是风险的源头，甚至是对您健康有害的细菌培养皿。我们辛辛苦苦攒钱，是为了让晚年过得舒心，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给儿女添负担，而不是为了给银行添堵，更不是为了在某一天对着一堆腐烂的纸片老泪纵横。所以我真心恳求每一位看到这里的家人，别再坐着了，现在就起身去翻翻您的老衣柜，摸摸床板底下，把那些旧书本旧杂志抖一抖，把家里所有角角落落的现金不管多少都收集到一起，然后带上您的老花镜，在灯下一张一张仔细检查，有没有被透明胶带包扎过的，有没有已经泛黄，有霉点甚至粘连在一起的，有没有那种图案看起来都很陌生很古老的老票子。只要发现了就别犹豫，别心疼那一点可能的路费和时间，明天最晚后天就去银行，哪怕排长队也要把它们换成崭新挺阔走到哪里都认得通行证。换回来之后，要么存进您的银行卡变成手机里的一个数字清清楚楚，要么就置办成丰盛的年货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总之千万别再原封不动地塞回那个老地方了。同时我也拜托大家动动您的手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提醒转发给您的亲戚群、老同学群、社区活动群，告诉您的老哥们、老姐妹，别再把现金藏成古董了，赶紧拿出来看看，晚了可能真就废了。您的一个顺手转发，可能就帮一位老朋友避免了成千上万元的损失，这真的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最后，志霖想跟大家聊聊心，时代真的不同了。2026年的今天，智能手机、数字支付、AI 智能已经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过去那种现金为王、藏在家里最安全的想法，确实需要更新升级了。守护好我们的养老钱，不仅仅是要防小偷，更要学会适应新的金融规则，学会和现代化的银行系统打交道。这是我们安享晚年必不可少的一堂健康课。这里的健康不仅是身体的，更是财务的、心智的。如果您觉得今天志霖在健康之道频道分享的这份现金体检指南对您有帮助，请在评论区里打出财富健康4个字，让我们互相打气，共同守护好家庭的财富根基。如果您在兑换这些麻烦钱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或者您有什么更妙的保管现金的经验教训，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故事就是照亮更多人前行的灯。我是蔡志霖，一个希望能为您的生活排忧解难，守护您和家人平安健康的老朋友。请一定关注健康之道，点亮小铃铛，我会一直在这里，用最朴实的话为您解读复杂的时局，一起经营好咱们健康、安稳、富足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耐心阅读，我们下期再见。